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今天和大家讲一下怎么样购买比特币。那我会一步步手把手的演示怎么样购买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。那主要演示的平台呢是 Coinbase， 它是美国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。那各种各样的虚拟货币的交易转换都可以在上面操作。另外呢，再浅浅的说一下富途，它是一个综合券商，就比较适合炒股的朋友们。你在看盘的时候呢，顺便做一些虚拟货币的相关投资。先放一个免责声明，视频中所有内容都是我个人经验和观点的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那虚拟货币市场的波动性非常大，适合那些准备好承担一定风险的投资者。那如果你是保守投资者，建议只拿少少的钱，抱着体验的心态去了解虚拟货币。我以 Coinbase 作为演示，那我们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开户成功的话呢，它会送你$10的比特币。好，那我们直接点 Sign Up。那我就用我的邮箱注册，然后放入邮箱了之后呢，我们点继续。这个时候它就会向你的邮箱发送一个6位的验证码，然后我们找到它。给大家看一下我在邮箱里面的验证的邮件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它是从那个 Coinbase 的网站发过来的，但是它是出现在垃圾邮件里面，所以说大家这个时候注意一下。然后我们回去，然后把验证码打进去，那然后呢就是输入密码。那你输完密码之后点击继续，然后继续输入你的名字。那好，我们点继续。那之后的话呢，你就输入电话号码，然后根据它的步骤一步一步走下去就可以了。那因为我已经有 Coinbase 账户了，那之后就不演示了。那进入账户之后呢，它一般都是英文界面，这样子我们往下拉到最下面，可以看到这边它是写的英文的界面，对吗？我们点开来，然后先换到中文简体，或者是中文繁体也可以啊，这样就会换到我们比较熟悉的语言了。那我的账户已经建立了，也验证完了信息，接下来一步呢就是添加付款方式，这个时候你就点击添加付款方式。这边有好几种方式，你可以用你的银行账户，或者是用借记卡。他这边说了，借记卡的话适合比较小的金额，比如说你放个几百的话可能比较适合，几千几万的就不太适合了。用 PayPal 也可以然后或者汇款，礼品卡也有吗 ？OK， 大家选一个自己比较方便的方式就可以了。那我这边呢就用 PayPal 吧，我比较方便一些。我们添加完支付方式之后呢，下一步就是购买一个加密货币，然后我们点击这里，点开来之后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在买入的情况下面呢，这边有付款方式。那因为我里面原来就有一些数字币，就是 USDC， 那这边的话就可以用。那 USDC 呢，它是对标美元的一种虚拟货币，那一个 USDC 就对标$1。那如果你没有，就是原先已经有虚拟货币的话呢，你可以点开来，然后用你刚刚链接的支付方式来进行付款。比如说我刚才链接的是 PayPal， 那我可以点击 PayPal 方式。它这边还有个限额，就是每次可能是1000的限额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限额是多少呢？好，然后我们再点击下面买入的虚拟货币，你不一定要买比特币啊，比特币现在已经上到9万左右了。那我们可以点开来看，这边有非常多的货币。这边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 USDC， 为什么在 Coinbase 里面放 USDC 呢？因为你放在里面，它可以赚取 4.7% 的年收益率，就是可以多一个利息。那接下来呢，分别是比特币、以太币， USDT 也是对标$1的一种虚拟货币，那它比 USDC 更广泛的应用在虚拟货币当中。接下来这个 DOGE 是狗狗币，要不要？大家想要买哪一个？我这点钱的话，估计比特币买不了，那我们买个狗狗币好不好？然后才3毛6，虽然它已经涨了很多了。那我们买多少呢？我买多少？买一个狗狗币吗？好抠搜啊！是买$1的话，它是可以买1.4个狗狗币。为什么只有这么少呢？中间商赚差价吗？ Coinbase 的收费是变动的，它根据你每个月的交易量，然后交易币种不同呢，它收费是不一样的。那基本上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表格，也就是说你每个月达到的交易量不同呢，它的收费等级也是不一样的。那这边还有个 take fee 跟 mark fee。take fee 呢就是吃单费用，也就是说你下单了之后呢，
市场上面也有相匹配的订单，所以说你可以马上执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收费在0.05%到0.6%之间。Marker fee 呢，就是说你下单了之后啊，市场上没有匹配的单子，那你需要挂单，就要等你在那边等到适合的单子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的费用在0%到0.4%之间。来，我们正好看一下它这边收费是怎么样的。比如说我是刚刚说买一个狗狗币，对不对？如果买$1，它给我1.4个狗狗币。我们直接查看订单，到最下方可以看到，如果说我买$1的狗狗币，它是收我0.5的费用，这还蛮高的，50%的费用。如果说我买$10，那我们再看一下订单。我买$10，它收0.99的费用。所以说看来，比如说买$100，我们再看。查看订单，收4.19的费用，然后可以再看一下，如果你是买不同的币种的话，比如说，我就买跟美元对标的 USDC 这个币种，它收我多少钱？比如说我还是买$1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订单哦，是0.02。非常低的费用。为了待会儿给大家演示卖出的操作的话，我还是买狗狗币吧，买狗狗币，然后我买个10块钱，好吗？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订单。OK， 好，买10块钱的狗狗币的话呢，然后收0.99的费用，然后看看没有什么问题，然后是用我的 PayPal 方式付款的。如果你想选其他方式也可以啊，你可以在这边选，然后比如说你原有的货币，或者说是你比如说绑定了其他银行卡，也可以在这边选择。OK， 都没有什么问题了之后呢，我们就点击立即购买。好，就完成了。这个时候我们点击通知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已经完成了$10的一个狗狗币的交易了。那如果说点击我的资产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我这边有一个剩余额度8.92的美元的一个狗狗币，中间少去的部分呢，就是一个是手续费，一个呢是刚刚有个1%左右的下跌。那市场的波动的话，它这边也会显示，也就是说我刚买它就跌了。接下来呢，我再演示一下怎么把它卖出。就在我的资产当中，就可以看到你所有的虚拟货币了。那如果你找到你想要卖出的，比如说是狗狗币啊，我刚刚买的，那你直接点这个3个井号。然后这边就有卖出的选项，我们点击卖出。卖出了之后呢，比如说我现在想卖出狗狗币，点开看一下啊，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只有2个选项，一个呢就是卖成 USDC， 也就是对标$1的虚拟货币，或者就放到你的钱包当中，这个是 Coinbase 自己的一个钱包。好，目前的话呢，我们就还是先选择 USDC。好，那之后卖出的话呢，现在的话可以卖的狗狗币的价值呢是8.93，那我们可以点一下上限，那就是一共出售24个狗狗币，然后的话呢，合计价格是8.83，然后再加上个0.99的手续费，也就是说买入和卖出它都会收我们手续费。OK， 好，那如果你看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呢，就可以点击出售了。那我这边就不点了啊，让它放2天，看看它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过了2天了，那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边资产的一些变动情况。首先点击我的资产的话呢，它分2类，一个是加密货币，一个是现金。在 Coinbase 里面，现金只分2种，一个是 USDC， 就是对标$1的虚拟货币，还有一个呢就是 US Dollar， 也就是美元。那我们前2天买的狗狗币呢，它目前的价值呢是9.43，那今天它涨幅呢是13%。从我购买到现在为止，它实现的回报呢是4.99%。这边说未实现回报，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卖出，我卖出了之后呢，就变成我实际的一个回报了。那如果说我点击后方的3个点呢，它会有进一步的选项。买入就是我买入更多的相同的货币，这边的话我们就是买入更多的狗狗币。卖出，那你把手上的货币给卖出。兑换的话呢，它是可以就是把你现在拥有的货币兑换成其他的虚拟货币，比如说我想把狗狗币兑换成比特币，它可以通过这个来实现。发送呢，就是你从 Coinbase 这个钱包发送到其他的钱包或者其他的券商，也就是相当于我们普通银行的转账。接收呢，就是从其他的银行，从其他的虚拟货币的券商那边
接收这个币种，这边的话就是以狗狗币为例的话，也从其他的券商那边接收狗狗币。那这边呢会有这5个选项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我这边还有一些五花八门的币种。那这边没有实现的收益呢有278%、168%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都不是我自己买的，这是从这边来的，就是学习奖励。就当你就是完成它的验证步骤之后呢，这边的学习奖励板块就被激活了。那你就点击这些学习，其实就是广告啦。你点击它了之后呢，看完它的录像，然后它就会送你一些虚拟货币，比如说像现在这个 ALEO 的话呢，它送你的货币的价值就差不多有32美元，还是不错的。我们随便做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开始，你看这边它就有一些，然后你就11个任务嘛，然后你就点开始看就可以了。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，点过去，好，然后随便点一个，我也没看，错误从事，还是错吗？干得好 ，OK， 下一页。这样子的话，你看你就1美元的 ALEO 就赚到了。其实这边我也不太理解，它是价值1美元的 ALEO 还是 ALEO 这一个币？但是不管了，反正是白得的。说完买卖了之后，我们再看一下刚刚看到的 USDC 的话，可以赚取4.7%的一个收益率。我们看看怎么做好吗？然后同样是回到主页，在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比较醒目的绿色字体了，就是赚取4.7%的收益率。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里。点进去了之后呢，我们看到 USDC 这边就是有年收益率4.7%，然后下面的话呢就是赚取4.7%的收益率，然后我们可以点击直接是开始获利。我们点开来的时候看到现在默认选项说是没有，也就是说默认的选项是不赚取利息的。那我们做的呢就只是点上面一个就是标准，也就是说放在里面的 USDC 我们就默认它赚取4.7%的一个年收益率。 OK， 当然了这个4.7%的利率它是会变动的啊，不是说固定不变的。好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了之后呢，我们就点击保存更改就可以了。那以后呢，如果说你放在里面的 USDC 的话，它就会有年收益率4.7%的一个收益了。现在讲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，就是怎么提现。那可以在主页这边呢，右边下面一些可以看到提取现金，然后我们点击它。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提取美元了，然后转至你当初的一个存款账户。那我这边呢用的是 PayPal， 比如说你不想转回 PayPal， 你想转成其他的方式呢，你可以添加付款方式。那么它这边也有银行账户、借记卡和汇款，然后其他的3种方式都可以啊。那我这边还是选择 PayPal 转1美元的话呢，可以看到它这边说资金不足，无法完成交易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在交易所内部，你的交易也好，然后你这边用的资金呢，它全部会固定的把它换成 USDC， 你的账户当中目前是没有美元的。我们在主页这边可以看到，这边的话现金，现金的话它其实就是 USDC， 我们点开来看一下。可以看到目前的话 USDC 的话我这边是99的价钱，那 US dollar 就是美元的话呢是没有的。那我需要转出钱的时候呢，我是先需要把 USDC 转换成美元，然后才能转出去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就在 USDC 这边，然后也是右边3个点的地方点开，然后点击兑换为 USD， 就是转换成美元，然后点击。然后他可以说你要转多少，比如说我就转10块好吗？转10块的话呢，然后点击预览，然后看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然后就可以点下订单了。那这边呢，它 USDC 转换成 USD 的时候，就是转换成美元的时候，它是不收费的。好，我们直接下订单。好，它这笔订单完成了之后呢，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提现了。然后同样回到主页，在主页这边呢，然后我们继续点击提取现金。这个时候我们看能提多少，你看这边 US 就是有10块可以用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点击10块钱，
然后这个时候可以转账到我们当初设置的支付方式当中，然后可以看到它这边呢会收你一个0.55的费用，根据你的金额不同呢，它会收取不同比例的费用。然后我点击预览看一下，可以看到这边是提取$10，然后从我 Coinbase 的钱包里面呢转到 PayPal， 然后时间是2024年的11月15日，然后收取了0.55的手续费，然后转的话是$10，然后没有什么问题呢，我们就点击立即提取现金。好，然后它会有一个等待的时间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点击完成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再确认一下刚刚的提现有没有完成，那我们可以到交易这边看到这边，然后已提取现金，然后是$10。我再到我的 PayPal 账户去看一下，在我的 PayPal 账户可以看到，在我今天11月14日的时候呢，我先是从 PayPal 往 Coinbase 打了$10，然后之后呢，刚刚又从 Coinbase 然后又打回来，然后$10，但是他收取的手续费，所以最后呢到手的是$9.45。好，今天就先讲了 Coinbase 的几个基础的交易方式，怎么存钱，怎么买虚拟币，怎么卖出虚拟币，那怎么样转换成美元，然后怎么样提现啊？如果有问题呢，可以在留言区我们一起讨论。我们再来看一下附图，附图的话呢，就比较适合你又做美股，然后同时呢想要关注一下比特币，那这边呢你可以点击行情，左边的行情。上面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看到除了美股之外呢，它这边有数字货币，然后你直接点击数字货币，就可以看到这边95种不同的数字货币。我们观察的时候呢，可以从成交量这边来看看哪一些它的成交量是比较多的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，那当然就是狗狗币了，最近真的非常火热。这下面的话就是以太坊，然后 SOL 等等的，然后比特币现在只在第5位，那它价格呢也是刚刚突破9万这个关口。那如果说你对某一个币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点击，然后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它最近的行情，然后支撑位、压力位，像比特币这边，我在9万这边画了一条线，可以看到它目前的话在9万这边震荡，看上去刚刚突破。然后右边的话呢，也有就是比特币和其他一些货币它的比价。那如果你是香港居民或者非中国大陆身份的话呢，可以联系客服，让他帮你开通虚拟货币的购买。那中国大陆没有办法政府监管。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也不一定要去直接购买加密货币，像我之前提到的比特币的 ETF 它的涨幅其实跟比特币是相关联的，因为它是现货 ETF 嘛，或者可以做一些虚拟货币的概念股。那同样到行情这边来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加密货币的概念股。那我跟大家说几个比较靠谱一点的一个是 Coinbase，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所。那市场好的时候，交易所肯定是跟着一起涨的。最近一波你可以看到从这边吧到这边它已经涨了大概多少？93%了，快翻倍了还有一个呢是 MSTR， 它是比特币相关的股，它持有蛮多的虚拟货币的。可以看到它每一波比特币的行情它都涨得非常快，其实是它涨得最快的一个。上一波行情的时候呢，它涨了1232%，那这一波呢它已经涨了786%了。那如果说比特币进一步上升的话呢，它上面还是有上升的空间的。当然这些比特币相关股的话，它的风险也非常大，它涨的时候确实非常快，但跌下来也很狠。你可以看到它上一波行情最高涨到133，结果在比特币回落的时候它跌到12块多还有一只更夸张，给大家看个例子，这个是 BTCT，这是一家比特币的挖矿公司，它也出租挖矿机。那可以看到11月12号这天，你看它涨了多少？316%。其实它涨到100%的时候，它其实熔断解封了之后继续涨，最高涨到400%多，最后收在316%。然后第2天、第3天继续涨，然后当然现在是回落下来了。那这种股票的话，涨起来非常厉害，对不对？我给你们看它跌起来有多狠。它上一波行情当中，刚刚上市的时候是14200多然后
之后就开始一路跌，跌到这波上涨之前，它是1.3块，多吓人呐！大家可以看到比特币涨得非常快，它相关的一些股的话也是一天涨个10%几、20%几，像这个300%多也是有的。但是呢，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大家如果不熟悉的话呢，小资金玩一下是可以的。那如果说是有交易规则的话，就根据自己交易规则来啊。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有问题我们可以在评论区讨论，那开户链接在视频下方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